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。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。咱们今天讲的呢，依旧是天涯神帖。注意，本视频含有未经证实且令人不安的成分，请谨慎观看。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。我在福州工作过1年多的时间，和另外2位同事呢，住在正大广场附近的元宏花园里，当时算是市中心的。但是据说以前福州的边缘就只到正大广场这边，以前的这里都是阡陌交通，成片的水田。明清时候是砍头的法场，解放以后这里也做过处决犯人的刑场。这里的怨气据说不小，为了镇住煞气，楼宇是按照八卦的形状修的，如果做一个楼的横截面图，就是一个八卦图了。房东夫妇呢是福州的小地主，早年东渡日本，在日本做了5年的黑工，攒了钱回来，在福州购置了5处房产，然后就做了包租婆夫妇了。当时1个月呢收1把块的房租，物质生活倒算是宽裕。不过他们夫妇的感情并不好，这其中的原因我到后来才知道。我们住的元宏花园以前就是他们一家3口住的地方，所以装修得很棒，家电一应俱全。我住的是最中间的房间，这个房间南北通透，貌似也是个藏风纳气之地。等到我们3个各住下来，几天以后，我才发现只有我房间墙壁的最中央赫然贴着一道敕令的符咒，看来是镇宅之用的，其他屋里却是没有。等到在福州的时间待得久了，才慢慢的听到了这个元宏花园的奥妙，不免有些不祥的预感。好在这里住了半年，都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。我以前不信这些的，而2次遇到阿飘以后，也没有变得风声鹤唳。但有一天，2位同事呢回深圳开会去了，就我一个人很晚才回家，看了会儿电视就睡觉了。大约睡到凌晨2点多左右，我突然醒来了。月光如流水般静静地洒在静谧无比的房间里，地上也升起了一层轻轻的幔帐。本来呢想接着睡，却意外地看到一个白色的人影就站在我的电脑椅旁边，影影绰绰的，看不清脸。我想应该不会是同事回来了吧，今晚的航班也没有晚点，如果他们回来，应该是要我开车去机场接他们的。那白色的人影一声不吭的背身立在了电脑椅的旁边。我想是不是我眼花了，我爬起来揉了揉眼，一看的确是一个白色的人影，身高1.8米左右，飘飘然，没有太具体的影像，但是通过轮廓来看，应该是个青年小伙。他依然没有任何的声响，就无声地处在那儿，仿佛和我是2个世界的人。他没有看到我，不对，他不是人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因为他没有形状，我看得又那么真切。不过他肯定没有恶意，可能这里就是他的地盘吧。难道他是……不过没道理啊，如果真是那样，他们家弄一道符来震慑干嘛？想不明白。我没打算继续理会，然后侧身继续睡。一晚上都很安然，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。因为工作上的原因，房东好几次物机和行李超载，我都帮他们搞定了。一来二去也就熟了，慢慢了解到他们以前还有一个大儿子。在他们去日本的时候，由于缺乏管教，上高中的时候就和社会上的二流子一起混，染上了白粉，经常划了家里的钱财。男房东回国以后呢，也不太会管教，通常就是用暴力来代替教育。后来这个小孩索性也不上学了，继续的在外面乱来，他的毒瘾越来越深，就关在家里不让出门。这个小伙呢，忍不住就用刀片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。女房东为此呢和男房东闹得分居，也不一块过日子了。因为这些是人家的伤心往事，所以也不方便细问，但我估计那晚上看到的就是那个男孩了。按照福州人的习俗，夭折或者早亡的小孩魂魄是不能回阳宅的，
估计就是这样才贴了符咒在男孩原来的房间吧。讲一件我小时候经历的事情吧，不过不是关于鬼神的，但是呢，是存在于我们湘西人民观念里的一种术。我出生在湘西，离沈从文的老家凤凰不是很远。在这片原始而又神秘的土地上，我们世世代代都相信一种叫做神打的术，好像和那种大家说通称的鸡同起鸡、刀枪不入的法术不同。这种呢，据说是只要动一动意念就能杀人于无形。只不过学这种术，伤人前必伤自己，如果过于缺德，不但会损及阴德，还会祸及后代，断子绝孙的。正因如此，这种法术慢慢的也便在这里消亡了。我以前呢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个传说，毕竟世界是物质的，靠意念杀人，这不是纯扯吗？不过我身边的一个亲人突然去世，让我逐渐怀疑这个事情的真实性。在我7岁的时候，也就是80年代的初期，那时候我们这里是菜农队，我的太外公刚过76，身体还比较硬朗，他自己经营了一个榨油菜花的榨油厂，还耕作了几亩的菜地。劳动人民在年轻时候劳动的多了，晚年也清静不下来，所以即使是70古来稀了，每天都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在田地里劳作着。按照他的这个精气神和身体，家里人认为他活过80岁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有一件事情却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。在那年的夏天，他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这里呢地下蕴藏着厚厚的煤层，当年有矿务局的第3建设处来我们这里搞大型煤矿的基建工作。建设处呢每天都要定时的在半山腰进行爆破，爆破的地方正好离太外公他们生产队的农田不是很远。爆破前都会有哨声，哨声一般会凄厉地响很久，而开始听到哨声，农民们就要开始跑到几百米以外的隐蔽处躲避。当地的农民呢都知道这个规矩。但是当天有一个从外地探亲路过的外地人，正巧路过了山脚下，接着他就在小溪里洗脚。此时爆破的哨声已经漫山遍野地响起来，这个外地人还在张望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，就看到一帮农民呢从面前跑了过去，但是他也不着急，就在小溪里一直的洗。而太外公在经过的时候，怕爆炸的碎石伤到他，就跟他说：“快点走，开山的炸药就要炸了。”结果这个外地人没听清楚啊，就不予理会。太外公很是着急，张口就骂：“你们没听见响哨呀？你是想死呢，还在洗脚？”结果这个外地人听见了，也张口的回了一句：“你妈才要你管啊！”太外公呢是烈火一样的脾气，又受不了这气，心想着好心当成驴肝肺了，冲上去呢抓住这个人的胸口，就赏了几记耳光。这个人呢本来还想还手，但看到太外公身边有的是帮手，也没有冲动，只是恶狠狠地说：“要的，你给我记住啊，以后有你好看的。”然后当天也就没事了，太外公也慢慢的淡忘了这件事。不过事情过去后不久，太外公在田间耕作的时候就突然抽搐，口吐白沫。等到村里的人发现抬回家里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发抖，嘴里在喃喃地说着。家里人都以为他突然中风了，就赶紧的送到了县人民医院。不过县医院里却没发现什么疾病，就一直在医院里住院观察。太外公发作的这段时间，精神时好时坏，有时候清醒的时候，他就说有一大群穿红衣服、白衣服的、戴白尖帽子的鬼在屋里索命。不清醒的时候，就是人事不省，一直抽搐。在医院里诊断了3天，没有发现任何的疾病。然后外公和他的兄弟们就怀疑他是不是因为那天得罪了那人，所以那人用神打来报复了。所以呢，也就请了一个会神打的陈师傅。这个陈师傅后来当了煤矿里的工人，还成了我4外公的师傅，我还见过几次。这个陈师傅说，无数的这个情况就是中了神打无疑，但凡被害之人
病发作的时候就是千军万马的鬼神前来索命的样子。如果不用神打来治的话，10几天人就走了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就是一边在医院住院，一边又是这位师傅在治疗。然而太外公依旧没有好转起来。神打的师傅说，那个施术的人功力在我之上，如果要治好，就只能去请那个施术的人，或者功力比他还好的人了。然后外公的兄弟们就四处的找这个人，恳求得到那人的原谅。但是找那人又谈何容易，只知道是外地人，操着临县的口音，于是一直也没找到。之后在医院就一直用神打和现代医疗的方法治着，但是从发病到去世前后不到半个月的功夫，太外公就辞世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四外公呢就拜了这位师傅学神打，防止家族里再有人遭此算计。因为这层关系，我后来知道这个师傅的家庭果然如传说中的一样，断子绝孙。他和前妻呢生了2个儿子，一个正常男孩，不到10岁就夭折了，后来又生了一个智障的儿子。这个儿子不但智力低下，而且是侏儒。后来活到了30岁还是个小孩的模样，后来也得病死了。这个陈师傅一直在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后半生过得也是凄凄惨惨。不过四外公说，陈师傅倒不是个坏人，但是作为人总会有邪念，如果有一定的功力，动了邪念或是诅咒，便害了人，害人便会有现世报。正因如此，四外公呢也把这学习半途而废了。毕竟像这种害人先害己、有损阴德的术，形同诛心，还是不会的为好。说来，人类社会就是这样，天道循环，因果报应。利人利己的事情多做可以助长功德，但泯灭良心的勾当如果做下来了，先受损害的还是自己。 Reddit 是北美知名的论坛，它类似于咱们的豆瓣和天涯。 Reddit 的板块众多，从科技到娱乐，从新闻到生活，无所不包。它的每个板块都有自己独特的主题。那么我们今天的故事呢，来自于 Reddit 上一个非常火的回答。值夜班的网友们，你们遇到过哪些毛骨悚然的怪异事情呢？网友说，我第一个工作是在一个夜店，那家夜店的旁边是一个多层停车场，我主要负责打理夜店入口的衣帽间，我坐的位置正好可以看到那个停车场。事情开始于我工作了1周以后的某一天，当时是凌晨1点，因为没有客人出入，我就开始放空地看向远处。突然我看到了一具人体从停车场上面落了下来，我起身赶紧地跑了过去，到了停车场却发现地面上没有任何的尸体。而这种怪异的景象在每周都会发生一次，且都在凌晨的1点左右。一具人体从停车场高空坠落，在落到地面前消失。我看到过太多次了，以至于我记得那人具体是什么样，穿的什么。我告诉了我的同事，他们却说从来都没看到，或者是听到。当然我也看了夜店的监控，但摄像头拍不到这么远。我试图去查一下有没有人曾经死在那儿，却也没有任何的信息。或许这些都是我的幻觉，但这一切都太过真实了。网友 Tony 说，我当时在一家拥有很多大型仓库的机构做夜间的安保工作。那个时候是圣诞节，所有的人都放假休息了，除了我，没别人在。我以为那晚的工作会非常的轻松，可当我巡视仓库的时候，我发现了有一个仓库的门是开着的。这很奇怪，因为门之前都是全部关好，按理来说不应该有门是开着的。于是我决定走进去看看。仓库里用的都是感应灯，只有当人靠近站在下面，灯才会亮起，你要是离开了感应的范围，灯就会熄灭。所以仓库里的灯永远都不会亮，除非你走近它。可当我到仓库时，我却看到了其中一个货架通道在离我200多米距离的一个感应灯
是亮着的，接着由远及近，感应灯开始一个一个的亮了起来，一个接着一个的亮，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在朝我逼近走来。然而那条通道根本什么都没有，我看着灯一个个朝我亮过来，愣了几秒，那感觉实在太诡异了，最后吓得我赶紧的跑出了仓库。网友 Bridge 说，当时呢，我在一家养老院值夜班，有一个晚上我特别的忙，凌晨3点的时候有2个人来摁铃，我一手拿着衣服，一手拿着尿布朝他们的房间赶了去。我正快步的走着，突然间我听到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，而养老院里根本没有任何的年轻女人住在里面。养老院的楼层是一个非常长的走廊，房间在每一层的末端，我当时已经快到另一个楼层了，就听到那层的另一端突然爆发出了女人的声音，然后这个声音又突然的静止，真的太诡异了，太不对劲儿了。我静静地站了好一会儿，竭尽全力的想要去听，但什么都听不到了。最后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的赶去了按铃的房间。在半夜听到一个不可能听到的声音，真的是令人毛骨悚然，尤其还在一个常有人死去的房子里。网友 Goat 说，我在一个监狱里值夜班，一天夜里我在巡视，我注意到了一个犯人站在他牢房的中间，听起来还没有太诡异是不是？然而这个犯人是需要坐轮椅的，他只有一条腿，我看到他双手举着轮椅在做下蹲，那画面真的很诡异。还有一个犯人，他总是会和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对话，有各种的肢体动作，还会发出笑声。有时候他们的对话很友好，而有时候他会非常非常的愤怒。更诡异的是，他只在晚上会和那种东西交谈，并且只站在他的牢房角落里交谈。网友苏珊说，我在一个精神病院的治疗中心上夜班，有一个晚上，我和一个和我名字一样的人一起值班，我们在不同的办公室。突然我们同时听到了有人叫我们的名字，我以为是他叫我，就去问他怎么了。他呢也以为是我在叫他，也来问怎么了。然而那个时候所有的病人都睡了，没有人在说话，那就只有我和他了。我俩当时都给吓尿了。网友杰夫说，我在一个出租车公司值夜班，办公地点呢在一个非常老旧的办公楼，带有一个汽车的修理间吧。有人说呢，曾经有人在那个修理间上吊自尽了。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一个传闻，但我知道上一任经理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死的，而且就在这个办公楼里。诡异的事情经常在发生，烧水壶和微波炉会自己启动，墙上挂的钟已经掉下来很多次了。我呢也听到了卫生间里干手器启动，尽管没有人在里面。然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还是这个，我坐在办公室看向门外时，可以看到一个走廊，它的地板是瓷砖的，那些门在开着的时候会发出非常恐怖的咯吱咯吱的声响。我那晚正在工作，听到了一个声音越来越响，我就看向了那个走廊。我看到了一个滚珠轴承从那个走廊里朝我滚了过来，我最后把它捡起来装进了我的口袋。网友佩指说，我是送披萨外卖的，那天深夜呢，我送外卖到一个老旧的居民区里。当我走进正门，我就立刻感觉到了一种恐惧的感觉。要知道那栋楼非常的空，很寂静，就像是闪灵里的那种感觉，那洞里充满了各种诡异恐怖的事情。于是我走进电梯，开始胡思乱想着有多少人曾在这里死去。我正想着的时候，关了一半的电梯门突然停下，大概有整整7秒的时间，电梯门就半开着停在那儿。我站在电梯里，感觉自己即将要被邪灵或者是恶鬼抓去吃了。电梯门最终合上了，我呢把披萨送到了客人的手上，但那整个晚上我都心有余悸。
网友 Magic 说，我在一个酒店里值夜班，经历了非常多诡异的事情，其他夜班的同事也有一样的经历。我们会在某个时间段把所有的门都锁上，但就在那些被锁上的门内，发生了很多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。我遇到过抽屉自己打开，我听到了诡异的脚步声，经常感觉夜里有人在偷偷地注视着我。然而最恐怖的一次经历是这个几周前的事儿。洗手间里有一个自动出纸机，从镜子里就可以看得到。我当时正在洗手，听到了出纸机被激活了，而当我走过去的时候，看到它正在自己出纸。出完了一张纸后，那张纸的底部翻了起来，就这么在空中保持着向上好几秒，然后才缓缓地下落。然而自动出纸机那一边没有通风口。看到这个场景，我的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，一阵发寒。网友 Evan 说，一些年前呢，我在为一家电器公司做安保夜班工作。我的电站在郊外，在沙漠里，基本不可能不会有人有车经过。一天晚上，有辆车经过了，很诡异，他们开了300-400米远后停下了车。我听着他们交谈，听到了车门开关的声音。我当时没看到他们在干什么，也没多想。一些天后，我的一个朋友告诉了他老爹，正在处理一辆发生了谋杀案的车子，有人在杀人以后把尸体带出了郊外掩埋了。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反应了过来，我那晚所看到的是有人在藏尸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关于 Reddit 上的恐怖帖子，大家还想看到哪些呢？本期结束，下期不见不散。